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必须用纸的话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下次继续用。
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洗接着用。为了省水，马桶要攒1天，睡觉前才会冲1次。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没关系，用夹子夹上照样穿。袜子都穿到脱丝了，变成了薄薄一层。短袖从小穿到大，上面全是洞。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他把家里燃气停了，只要花钱一切免谈。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还还完了贷款，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那自然要提前准备准备了。首先要打扮一下，剪个美美的发型，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他决定挥霍一次，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老板说，我这都打骨折了，要不送给你吧。那太好了，我先把钱收起来。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只见他来到垃圾桶旁边，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他却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招待朋友。他特意来到高档餐厅门口的垃圾桶，说这里丢掉的食物品质好。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他开始采购了。你看这不就有很多新鲜的葡萄吗？还有西红柿，做个西红柿炒葡萄，不错。今天运气也很好，还找到了一盒烤鸡，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才过期6天而已，非常适合给朋友当主食。最后还找到一盒蛋糕，这下齐了，餐后甜点都有了。这时店主想要赶走他，他没有感到一丝尴尬。他认为只要你把食物丢进垃圾桶，那就是公共财产了，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捡。还说你们真是太浪费了，下次丢垃圾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社交牛 C 症无疑了。他回家后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开灶，但这次是招待朋友，他决定包装下摆个盘啥的，于是把捡来的食物全部倒进锅里搅拌一下，一份大锅菜就做好了。还说希望朋友会喜欢他亲手捡来的食物，朋友如期而至。他先给朋友介绍了自己从垃圾桶捡来的家具，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买过家具。朋友都听傻了，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更让他们傻眼的还在后面。晚餐时间到，大姐拿出了捡来的食物，好朋友来家里做客，他却把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小心翼翼尝了一口，表情复杂，又尝了一口，直摇头。另一个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一口下去一言难尽，问他食物从哪来的，大姐嘿嘿一笑，笑得朋友惊慌失措。不会吧不会吧，这也是捡的。朋友顿时肠胃翻滚，冲进了厕所。大姐贴心地说，马桶没冲过，味儿可能有点大。这样好了，朋友吐得更厉害了。这还没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很明显也是捡来的，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确实不新鲜了。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大姐解释说，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所以才铺上了报纸。朋友一听，那算了吧，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没一会儿朋友便离开了，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这让她有了危机感，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房贷都还完了。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